这期视频给我点赞的同学必出金，点赞还送2个圆圆东西的同学必不歪。关注我，脱飞入欧，信我，我替大家歪。绳子给我出。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薇啊，应广大粉丝观众要求，说想看我抽池子，替他们吸吸飞气。同时呢，也希望我不要被最近的风气给带歪，给大伙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必要抽这个池子。好，那今天我就来抽个8重绳子。那在我研究了2天2夜后，看了全网超多大佬的分析视频，我非常公平公正的说，零氪玩家、平民玩家们不要抽。我是站在咱们原石本来就不多的立场上说的。如果是队伍里没有主 C， 看重强度，想要打深渊的，那就把原石攒着留给下一个池子的雷神会更好。先抽那个啊，绳子可以等一等，开须弥勒复刻之后再抽。如果你追求快乐，大世界唱完是陈歌湖建筑家，以这个为前提情况下，可以抽。稍后我会给一个快乐配对，保你们起飞。其次啊，策划他自己可能对这次的流水比较自信，但是我觉得，一是绳子夹在了钟离干预和雷神之间，二是各路测评视频出来之后呢，它的弊端非常的明显，所以这个钱嘛，只能说绳子是一个非常不值得花钱的命座战神。好了，咱的原石抽完了啊，攒点原石容易吗？我今天准备的648不是很多，抽完拉倒好吗？我感觉这次如果不是因为它人气高的原因，甚至还会被吐槽的更惨啊。那在2.0雷神过后啊，我觉得是应该表扬一下米哈游策划的，2命雷神就能达到非常可观的输出啊。但是没想到2.5怎么越活越回去啦？啊，继续，这次的绳子啊，就让我想起了1.2的阿贝多，这他喵难道是同一个策划做的吗？所以今天我预计咱们就2命结束，剩下的钱下一个池子直接充满命雷神，结局大概率也能猜得到。如果大家心疼 UP 主的话，可以提前先点个赞，给我回波血。我去，出金了，点赞不歪，一发入魂啊！ nice 啊，多少发出的？下面来说说绳子的弊端，普攻倍率低，输出全靠 E 技能。E 技能按我理解，那不就是个祭奠石吗？而且得连在一起才能升级，提高伤害。那要让3个祭奠石达到最大输出，就只能是3角形站位了，1、3次。但是呢，我仅代表自己提个问题啊，这个绳子的定位不是后台 C 吗？那这个技能位移3次，完全没得必要啊！特别容易被击飞，还得计算连线范围，或者是我的猜测，大家想想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，这个位移设计呢，就是专门为了让XP党可以通过放技能解表情包的。哎，表情我看了，确实不错，绳子出可以冲，不是，怎么4星的也能歪啊？怎么还不来劲啊？再不来要保底了吧？啊，继续，哎，有了，那来说他大招啊。90点能量的大招，灵命进队充能跟不上是什么鬼了啊？这个时候可能有小伙伴要怼我啊，绳子又不用大招打伤害。欢迎各位理性探讨，确实绳子不管是命座还是专武，都是为 E 技能服务的，E 技能才是它的主要伤害。但是我想请问啊，我理解的后台副 C 是不是就是用最少的战场时间打出最大的伤害呢？但现在这个意思 E 花个几秒，然后队伍循环1轮后大招还开不出来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得牺牲一部分伤害去带充能？哎，你说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啊？灵命绳子相当于负1命，玩家吐槽的完全没错呀。更别说想开大招看狐狸尾巴的了啊，看不到啊，肯定不止我一个想看狐狸尾巴吧？想看的扣个1我看看。最后绳子也不是一无是处的，抽了的同学不要唉声叹气，有一个快乐配对推荐给大家，那就是绳子、星海、阿贝多和阎王爷钟离。唯一的难点就是这几个5星你都得有。这个配对怎么说呢？把大招扣掉，有就放，没有就算了，咱们轮着挨个放1技能，然后放完就挂机，原地开摆啊！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还有了绳子之后呢，纯水精灵哇是弄点，相信不止我一个讨厌纯水精灵的吧？从开服到现在，我敢说不管是平民还是大佬，都对纯水精灵有怨恨。我现在看见深渊里有纯水精灵，我都恶心了。最后再说说圣遗物。草系角色出来以后，雷系就业岗位增加等等各种推测，包括售后呀，我是赞同这些观点的，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售后这件事情。哎呀，好像又保底了，那看来后面几发也不行了啊，只能再来一个648了。哎，罗莎莉亚的例会也改了，你们发现了吗？继续说售后，售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售后就意味着产品本身没有做好啊。海灯节剧情建议反复观看，一个大厨如果不吃他自己做的饭，忘记了菜肴最初的味道，最后的结果，最后
连电都倒了。如果每次都要靠玩家来发现这些问题，助长售后的风气要策划有何用呢？虽然我不喜欢售后，但是之后抬神子是肯定的。之前我也说过不可能再出璃月3C 这样的角色了。所以说现在以及之后出的5星有像神子这样各种各样毛病的太正常了。策划嘛，就是黑熊掰苞米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把握不住。我们选择抽是因为对这个游戏还有一定的热爱和期待，我们选择不抽是因为不想助长这样的风气有更好的选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